这是一次震撼考古界的发掘，一口尘封2000年的琅琊古棺打开，发现一汪千年未涸的清水，清澈到能直接看到水下的陪葬品。一些从未见过的顶级珍宝一件一件被取出，墓主非富即贵的身份却令所有人震惊，他究竟是琅琊王还是某位神秘的皇室贵族？本期视频跟随眼见古今，一起揭开今天的琅琊汉墓之谜。这一切还需从发掘现场谈起。这座奇怪古墓的出土地位于山东青岛黄岛区土山屯村。青岛市黄岛区位于黄海之滨，历史悠久而神秘，在春秋时期是越王勾践北上迁都之处，秦汉时期又隶属于琅琊郡，境内古迹琅琊台是秦皇汉武东巡烛台祭祀的地方。而位于黄岛区的土山屯墓群是一处文物保护单位，因为有2项基建工程选址在附近，经过中国文物管理部门批准，2016年5月开始，考古队专家们经过初步勘察，发现这是一个庞大的墓葬群。这些古墓所处的时间大概是西汉晚年，距今至少有2000多年的历史。当时这里还受琅琊管辖，而且这些古墓都有比较明显的地面封土，被称作琅琊墩式封土墓，结构完备，气势恢宏。经过长达2年的保护性发掘，这里共清理出整整178座古墓，其中属于东周时期的有25座，汉代的125座，清代的28座。而这里面最为特殊的就是 M147墓了，也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角。俗话说10墓9空，特别是盗墓之风盛行的汉代，所以汉代的古墓很难有完整的保存下来的。所以考古队员在发掘这个汉代古墓的时候，也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，可这座古墓却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惊喜。起先专考古队完全看不出147号墓的特别之处，跟平时一样继续进行清理。他们很快就将封土和墓室清理出来，却没有发现特别有价值的文物。怀着失望的心情，将目光转到了墓主人的棺椁上。棺盖上贴着一道一道的封条，看起来密封很好。当专家们将手伸向棺盖时，他们还不清楚接下来将要见证的一幕有多震撼。该棺椁的内棺崭新如初，宛如刚下葬一般，2000年的岁月没有为它留下清晰的印痕，整个棺椁保存得很好。一座保存如此完好的棺椁内部又将是什么景象呢？时间紧迫，考古队决定就地开启。打开最外层的棺盖后，里面还有一口内棺，内棺顶部的盖板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块木板。他们只是轻轻移动木板，内棺便不断向外渗出积水。而当木板彻底移开，出现在考古队眼前的不是腐朽的遗骸，而是一棺透亮干净的清水。考古队以前挖过数不尽的古墓，棺中有水并不稀奇，但其他古墓中的水都是浑浊不堪的地下渗水，像这样清澈到可以直接养鱼的棺中积水，考古队员们还真是头一次见到，这实在是太罕见了。所有现场的人几乎趴在棺材边上，惊奇地打量着这些清水。谁也没想到，这棺水清澈到可以一眼就看到棺材底部的东西，那些似乎就是陪葬品，只是上面落满了淤泥，也看不到墓主人的遗骸。考古队小心翼翼地将手伸入棺中清水，在不会将水搅浑的情况下，用小巧的工具轻轻碰触水底的淤泥。当时正好是正午时分，淤泥被碰掉的瞬间，水底的陪葬品顿时反射出了耀眼的金光。难道都是金子做的陪葬品吗？这个发现顿时让在场的所有考古队都兴奋起来。经过初步的探视，考古队发现在棺底的4个角上各摆放着一块金锭。在古代，金器那是相当珍贵的，尤其是这种4角摆放金锭的方式，极为彰显墓主的身份和地位。考古学者推测，这位墓主人必定是位贵族人物，就算不是王侯，但也是一位显赫一时的大人物。这一棺清水实在太难得了，所以考古队希望先在不搅浑水的情况下，将水底的陪葬品取出来。但他们的计划刚一开始，就被水底的一个奇怪木盒阻拦住了。考古队后来才意识到，这个奇怪的木盒竟然是传说中的一件宝物。
考古队担心木盒长期浸泡在水中，已经变得十分脆弱，为避免文物损毁，队员们用保鲜膜层层包裹构件，再用定制的木质支架从四周固定，小心地将其抬出关外。待淤泥清理干净，这件构件的真面目彻底显露，它是一个外方内圆的木质藏具，是通过榫卯结构用木销组装起来固定的，边长约60厘米，高度近30厘米，刚好能护住一个成年人的头部。而且这件藏具的四壁贴满了金箔，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，四角各立着一只巴掌大的兽头，兽嘴张开露出细小的牙齿，仔细观察才发现，这些兽头竟是用木头雕刻后通体包金制成的，这在当时汉代人眼中是象征神武的虎形。藏具正面的木板上还雕刻着青龙与白虎的纹样，龙鳞舒展，虎爪遒劲，线条流畅的仿佛下一秒就要从木头上跃出。最特别的是，藏具顶部嵌着一只拳头大小的木质乌龟，乌龟的背甲和四肢同样裹着金箔，因年代久远，有一小块金箔从背甲边缘滑落，队员们用牙签小心翼翼地挑起金箔，对照乌龟背甲的纹路，一点点将其复位。俗话说千年王八万年龟，在古人心中，乌龟就是长寿的象征，出现在墓中意思是能够保佑逝者死后的安宁与不朽。而在木盒之上，队员们又发现了4个贴着金箔片的螭虎，而螭虎在古代象征着权力和力量，尤其是在汉代，不是什么人都有资格持有螭虎图案的物件，这让考古队们对墓主人的身份更加好奇了。这个盒子即使在水中已经浸泡了超过1000年，依旧显得十分华贵。在藏具内壁的凹槽里还残留着几处淡淡的墨迹，是一组规整的数字。考古队推测，这是当年工匠标注的镶嵌物位置，相当于2000年前的安装图纸，确保每一块金箔、每一片镶嵌物都精准到位。那么，这个包金嵌玉的木盒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专家们百思不得其解。就在他们感到诧异时，木盒从水中安然取出，专家们再次将手伸入到清水中，开始在淤泥下摸索刚刚木盒所在的位置。其中一位专家摸到了一件东西，入手的触感和大致的轮廓让这位专家感到毛骨悚然。他将那件东西拿出水面，那赫然是一个人的头骨。看到这个头骨，在场一位经验丰富的专家已经隐约猜测到这个木盒是什么了，这正是温明。根据史书记载，温明的形状像是一个放倒的方桶，有一面是敞口的，里面还会安置一块铜镜。温明要摆放在逝者的头部，其目的是保持逝者的尊严和魂魄不散。此外，汉代人认为地下阴冷黑暗，而玉可以起到保暖的作用，温明能在墓中温暖逝者，使得逝者跟生前一样。历史中，西汉权臣霍光去世时，汉宣帝特意赏赐东园温明作为葬具。在此之前，考古界仅在扬州的西汉汉墓中发现过漆器材质的温明。这墓主人究竟是谁呢？原本挖出1000年汉墓，出土一棺底层铺满金子的清水，已经让专家们很兴奋了。没想到一听说那个古怪的木盒就是温明，专家们顿时露出了更加惊喜的神情。从事考古的人或多或少都听说过温明这种东西，这是一种汉代高级葬具，只有皇帝赏赐的重臣才能使用，地位普通的贵族根本没有资格碰。而147号墓出土的这件温明，不仅是木质胎体，还包金镶玉嵌琉璃，规格远超扬州汉墓的发现。那么147号墓的墓主人又为什么能有带着螭虎图案的玉温明作为陪葬呢？难道他是某位琅琊王吗？与此同时，一个十分矛盾的疑问立刻浮现在所有考古队心中，那就是能使用如此高规格温明的人，身份必然是贵重。但是147号墓的封土规模、墓道长度都比已知的西汉王侯墓小了一圈，甚至不如一些地方豪强的墓葬气派。如果墓主是王侯重臣，为何会葬在这处看似普通的家族墓地？如果不是重臣，又凭什么获得皇帝赏赐的温明呢？温明的出现已经将墓主的身份指向了顶级贵族，
而当棺内的积水被逐渐抽干后，更惊人的发现出现了。当时考古队除了从水底找到为数不少的金质陪葬品，还在墓主人头骨下摸到了一颗又圆又滑的珠子，手感有些软，有专家怀疑这原本是作为七窍塞含在墓主人口中的。此外，专家们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发现了一把环手刀，刀柄顶端的环手上镶嵌着金丝，其做工让人惊叹。这种武器在西汉可是大名鼎鼎。当年李广、霍去病就是依靠这种武器和骑兵的威力，将西汉的战旗插遍塞北江南。之后，专家们又在乌黑的淤泥间看到了一抹朱红，拿出来才知道，这竟然是一把玉手剑，剑侧面装饰着精致的玉质剑格。无论是镶金的环手刀，还是嵌玉的玉手剑，将其从鞘中拔出后，刃身依然十分锋利。一般来说，只有武将身份的人才能将兵器随葬。而让现场所有人意外的是，专家们随后找到的却是一顶属于文官的乌纱帽，而且清理出来的墓主人遗骨通体发黑，看着很像是中毒而死。进一步清理后，墓主的遗骸也显露出来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古尸的头发、胡须保存完好，胡须足有20多厘米，头顶发髻清晰，连头枕都是弧形。而接下来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在墓主人的身下赫然铺着一整张席子，它当然不是草席或竹席。当考古队员清除掉腐朽的丝织品后，一块完整的玉席露出了真身。它由无数片状物串联而成，上面雕刻着各种各样的花纹，有的是青龙或者老虎的形态，有的则是简单的菱形或是水滴形。将这些琉璃拼到一起，就组成了一件奢华的金龙玉席。众所周知，汉代最高等级的葬服是金缕玉衣，那是皇帝和极少数高级诸侯王才有资格穿戴的。而这位墓主，他虽然没有将玉衣穿在身上，却赫然将其睡在了身下。难道他如此大胆僭越吗？更有趣的是，经过后来的科学检测，构成这张玉玺的片状物并非真正的玉石。那它是什么呢？它是一种在当时工艺极其复杂、价值连城的铅北玻璃，也就是汉代的琉璃。在当时的人看来，这种晶莹剔透的琉璃就是玉的完美替代品。这件琉璃席在出土的随葬品清单上堂而皇之地被写作玉席，用琉璃替代真玉，制成一整套玉席贴身陪葬。这种做法无疑是在等级森严的汉代打了一个极其大胆的擦边球。这件东西可不得了，在中国考古史上还是第一次发现。当年墓主下葬时，金龙玉席上应该还贴着一层金箔片，只可惜因为年代久远，已经看不出来了。在当时，只有跟皇室有关的人才能使用类似的玉席，因为这种玉席是用来取代金缕玉衣的。除此之外，出土的文物包括陶器、铜器、玉印、文房四宝共计1000多件。如此奢华的墓葬配置，墓主人究竟是谁呢？好了，让我们来梳理一下目前的线索。首先，这座 M147 号墓隶属于一个庞大的汉代墓葬群，而且在通常为刘氏贵族管辖的琅琊郡。考古队在这个墓群中还发现了刻有千秋万岁字样的瓦当，因此专家初步判断，这应该是一个刘姓贵族的家族墓地。其次，在 M147 号墓中，我们看到了皇室赏赐级别的温明，堪比诸侯王待遇的琉璃玉席，以及贵族顶配的金丝刀和玉巨剑。所有的证据似乎都将墓主人的身份指向了一个答案，他至少是一位刘氏宗亲中的顶级王侯。这片土地在西汉时隶属琅琊郡，这里曾是秦始皇3次登临、汉武帝4次巡幸之地。在这里发现一位琅琊王级别的刘氏宗亲，似乎合情合理。考古队的所有人都兴奋起来。然而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一个在墓主脚边发现的毫不起眼的漆器箱子，将把这一切的推论引向一个匪夷所思的反转。就在大家几乎认定 M147 是个皇族墓时，棺脚处有些腐朽的竹编箱子引起了考古队的注意。当考古队员们怀着开启珠宝箱的心情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它时，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
现场的气氛瞬间凝固，随即爆发出一阵难以抑制的兴奋。箱子里没有预想中的金银玉器，而是一叠叠看似腐朽的木板。不，那不是烂木板，那是木牍，汉代用于书写文字的官方记事本。真正让考古队员们激动不已的是这些木牍的保存状态。它们在水中浸泡了整整2000年，出水之时，色泽竟鲜黄的，就像新的一样。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上面用毛笔书写的汉隶密密麻麻，字迹非常的规整，清晰可辨。专家一眼就看出，这显然出自受过专业训练的书吏之手。在考古工作中，文字的发现永远是最令人振奋的，因为它就如同打开一段历史之门的钥匙，能够最直观地补充一段历史，或者更正一段历史。然而，提取这些木牍的过程却是一场极其严峻的考验。这些珍贵的木牍由于长时间的浸泡和淤泥的压力，它们已经紧密地粘连在一起。这些看似完好的木片，其实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韧性，稍一用力强行掰开，可能就会损坏，无法修复了。面对这个难题，考古队只能采用一种极富耐心和技巧的水磨功夫。队员们用特制的小工具蘸着清水，在木牍的边缘反复涂画，让水慢慢渗透进缝隙。每一片木牍的成功分离，都是一次与时间的博弈。那么，这位琅琊王在他的记事本里究竟写了什么皇室秘闻？考古队迫不及待地开始进行初步试读，然而读到的内容却让所有人大跌眼镜。这里面没有皇室本纪，没有宫廷秘史，这里面写的全是工作报告。木牍上的内容令人始料未及，全是关于唐邑县的户口、田籍、税收、司法等内容的档案，甚至还有一份详细的兵器物资清单。考古队很快确认，这批木牍竟然是完整的汉代县级上级文书牍。琅琊王的猜想，在这些琐碎而真实的行政记录面前，显得如此格格不入。这分明是一个县政府的档案柜被整体搬进了棺材。更绝的是，考古队还在木牍里发现了一份2000年前的刑事案卷。这份案卷生动地记载了一段淹没在史书中的往事。上面说道，当时有一个人去追捕海贼，结果却被海贼给杀掉了。于是这个人的哥哥找到当地的政府，要求给他安排一个官职。可这个故事同这个墓的主人又有什么联系呢？考古队员们无从得知。这段2000多年前的小人物故事，以这种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印记，也让墓主人的身份变得更加扑朔迷离。这些木牍的价值远超普通的金银文物，有机质文物极难保存，像这样带文字的木牍更是罕见。它们就像一本西汉晚期地方治理日记，将2000年前县级官府的日常工作、百姓的生存状态清晰地呈现在现代人眼前。按照西汉的行政制度，地方官府的公文需要定期上交郡府存档，为何这些本该存放在郡府的公文会被随葬到一座私人墓葬中？墓主究竟是什么人？有权利将如此重要的官方文书私藏，甚至带入地下？一个陪葬规格堪比王侯的人，棺材里塞满了一个县政府的税务报表和刑事案。这种王级的奢华与吏级的琐碎同时出现在一口棺材里，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悖论。这位墓主到底是谁？答案很快就在其他的出土文字中得到了印证。在清理出的木牍中，有一份是墓主人的随葬品清单，上面详细记录了棺内所有器物的名称和数量，足足列了几十项。清单的最后一行有几个小字，虽因水字略有模糊，但仍能清晰辨认：唐邑县令刘赐，元首2年卒。原来这位墓主正是唐邑县的刘姓县令。这下没跑了，那些工作报告确实是这位县令的。县令在汉代是县长的意思，但是一个县级官员为何能使用仅皇帝赏赐重臣才可享有的温名？为何能随葬如此多的金银器物、嵌玉刀剑？要知道，西汉时期县令的制俸仅为600担，相当于现代的处级干部。别说温名，就连普通的包金器物都远超一个县令的经济承受能力。
难道这份清单是假的吗？是墓主为了在另一个世界撑场面，故意伪造了自己的身份？可墓牍上的户口记录、赋税数据、司法案件都与西汉晚期的历史背景完全吻合，绝非随意编造。刘赐这个名字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？最终，考古人员从墓中发现了2枚玉印，分别刻有萧令之印和唐义令印，这表明墓主人确实担任过萧县和唐义的县令。通过这些名气的细节，结合墓中的木牍和其他陪葬品，考古队推测墓主人就是刘赐，一位西汉末年辗转两地任职的县令，曾在外戚专权的背景下担任要职。至于他为何能使用超出规格的陪葬品，还要从刘赐本人身上找答案。得益于水官的奇迹，刘赐的遗骨保存得非常完好，只是由于特殊的埋葬环境，墓主人的遗骨通体黑色，显得有些恐怖。专家解释到，尸骨变黑也不是中毒导致，是墓中密封的千年死水含大量铁、锰等矿物质所致。这些矿物质随水渗入骨头孔隙，长期氧化结合后，慢慢将骨头染成了黑色。经过专家鉴定，一个生动的汉代县令形象被瞬间还原，遗骨上竟然还附着近20公分长的胡子以及头发和体毛。去世时年龄约40岁左右，正值壮年，可谓英年早逝，身高约1.63米，骨骼粗壮。观察骨骼的粗壮程度和肌肉附着痕迹，能看出刘赐生前的营养状况极好，日常饮食中不乏肉类，这与普通百姓以素为主的饮食结构形成鲜明对比。更特别的是刘赐的脊柱和脚掌骨，他的腰椎部位有明显的骨质增生痕迹，这种病症在医学上称为弥漫性特发性骨质增生，症状表现为脊柱僵硬、疼痛，严重时甚至会影响正常行走。而他的脚掌骨则有明显的跪坐痕迹，西汉时期官员处理公务、接待宾客时都需跪坐，长期保持这一姿势会让脚掌骨的形态发生改变。一个年仅40岁、爱吃肉、饱受脊柱炎折磨，却依然每天跪坐办公的劳模县令形象跃然纸上。可即便如此，一个有2地任职经历的县令依然没有资格使用温明这样的高规格葬具，他越看越像一个尽职尽责的公务员。可这一切依然无法解释他那违规的温明和琉璃玉玺。最后的答案只能藏在他那个普通却又不普通的姓氏里，刘姓。考古队员终于有了一个大胆的推测，刘赐极有可能是流落地方的刘氏皇族宗亲。作为刘氏皇族宗亲，刘赐或许因在地方任职期间政绩突出，或许因身份特殊得到皇室关照，最终获得了温明这一超越其官职等级的丧葬待遇。而琉璃玉玺则是刘赐对自己皇族身份的一种认同。西汉时期，王侯贵族下葬时常用金缕玉衣彰显身份，刘赐作为县级官员，没有资格使用金缕玉衣，便用琉璃玉玺作为替代，既是对皇室身份的呼应，也圆了自己心中的王侯梦。据考古队梳理，刘赐的人生故事也逐渐清晰了。西汉末年，在如今青岛黄岛区祝家庄出生了一个刘姓孩子，就是刘赐。从他墓里挖出来的温明、玉玺这些高规格陪葬品就能看出来，他大概率是刘氏宗亲，不然普通人家根本用不起这些。长大后，刘赐走了仕途，还去了江南一带当官，先在徐州萧县当县令，后来又调到唐邑县接着当县令。出身贵族的他，从小就受了好教育，墓里随葬的玉具件、佩刀还有毛笔、砚台这些文房用具，一看就是文武双全的人。不过刘赐当官那几年，时局可不太平。西汉元寿2年，即公元前1年6月，才25岁的汉哀帝突然驾崩，太皇太后王政君和他侄子王莽趁机夺权，长安城里一下子就乱了，权力更迭，人事变动跟走马灯似的，到处都是血雨腥风。但咱们这位唐邑县令刘赐没被京城的乱局影响，还是踏踏实实干本职工作，把县里的户籍人口、钱粮税收、兵器库盘点、司法审判这些事都详详细细记成案牍。可惜的是，长期的案牍工作加重了他的背疾。在元寿2年11月之后没多久，
他就在唐邑县令任上病逝了，享年也就40岁左右。刘赐在唐邑令任上病逝后，家人将他送回琅琊刘氏祖坟中安葬，还为他置办了陶瓷器、金属器、玉器、琉璃器、骨角器、竹木漆器等丰富的随葬品。也许是弥留之际嘱咐家人将那些公文案牍一并带入墓中，或是希冀来世继续处理未完的公务，又或者他的家人只是想将他生前最看重的东西与他一同埋葬，真相如何已不得而知了。至此，这位从山东到江浙为官的汉代刘氏宗亲短暂的一生暂时落下了帷幕，直到2000多年以后一支考古队伍的到来。琅琊 M147号汉墓没有我们起初预想的琅琊王，他只有一个矛盾的结合体皇亲县令刘赐。他的一生被夹在了西汉王朝最后的余晖里，他享受着这个时代最完备的典章制度和最繁荣的文化礼仪，却也亲身经历了他即将崩塌的混乱与无奈。而那口神奇的水棺作为一个完美的时间胶囊，则将这一切原汁原味地保存了下来。这座墓的价值早已超越了那些金光闪闪的器物，它出土的温明和琉璃玉玺实物为考古界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标本，而那批阴差阳错被打包带走的公文木牍，更是如同凝固了西汉末年历史的琅琊榜。它让我们管窥到2000年前一个帝国的余晖和一个基层县令传奇而多彩的一生。如今147号墓出土的文物已全部移交至青岛市西海岸新区博物馆，温明、琉璃玺印、公文木牍成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，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前来参观，聆听刘赐这位特殊县令的故事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，感谢收看眼见古今频道。如果你对刘赐的故事有更多疑问，或者想了解其他古墓的秘密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